有缘人，如果宇宙没有让你躲掉这条视频，说明你将迎来一个颠覆你想象的精彩时刻，它将至少为你提供至少5年大富大贵的助力。当前要告诉你的信息是，接下来你将会迎来一个对你而言如凤凰涅槃一般的转变阶段，那这会是一个质的转变。当然，这也是你一直以来努力学习和积累的一个结果。无论什么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都是宇宙在告诉你，你将会迎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它是一个质的转变，这个蜕变的过程可能真的会很辛苦，可能现在你就在这样的一个蜕变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面临非常非常多的挑战。你需要做的是突破自己，才能够成为那种美好的状态。但突破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课程，所以可能当下的状态，也许你很辛苦，很焦虑，甚至对未来有很多的恐惧和担忧。当下其实宇宙就是在告诉你，你这一路经历的这些辛苦也好，坎坷也好，困难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成就那个质的转变的你那一刻，去成就你那个凤凰涅槃的一刻。所以接下来我们只要坚持下去，不要放弃，你很快就能看到那个美好的转变的那个时间点，你能够看到更美好的、更强大、更有力量的你自己，你也能看到自己那种能量状态、频率状态的很高的一个提升。这样的一个大的质的飞跃，它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会从2个方面去体现出来。首先，从这个物质世界的角度，它可能就会成为你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比如说，可能是你考上大学了，或者你毕业工作了，或者你结婚生子了，就是完全和以前的生活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也可能是你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始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工作或学习的旅程，可能是和你一直从你出生以来这个熟悉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了。那么总之，不论是哪种，它都会是你人生当中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非常不同以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上的转变。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个转变，你也会看到那个更加美好的、更加有力量的、更加有智慧的你自己，更加成长了之后的那个你自己。另外就是从灵性的角度，从你意识的角度，你可能会迎来你灵性觉醒的那个节点，或者是如果你已经走在这个灵性道路上的话，那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或者是一个提升。当然不论是哪一种，可能你这个过程当中，就当下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因为达成这种质的转变，其实是需要有很多之前量的这种积累，这种量的积累其实都是你内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创伤，或者是说你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课题，它会密集的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为了能够帮助你达成那个质的转变、质的突破，
所以其实我们看着是他灵性上的一个提升，灵性上的觉醒，但是你可能会真切地感受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会让你感到非常痛苦，会遇到很多的那种痛苦，甚至有时候会有无助、失望的感觉，会有那种极度疲惫的感觉等等，可能会有很多这种负面的感受去围绕着你。但是不论怎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只有你坚持下去，你才能够看到那个豁然开朗的一点，就是它在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生质变的那一个点。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意识真的完全的超越了这个维度的状态，它会让你真切的感觉到你离宇宙本源更近了，而且你会在这个转变之后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频率更高、更有力量也更具智慧的更高维度状态中，或者说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宇宙本源和你的高我合一的那种意识。总之，不论你接下来面临的这个转变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层面的，还是发生在灵性角度的，当然其实它两者是会相辅相成的，尤其是走在灵性路上的你灵性上的这种转变也一定会影响到你生活上那些具体事件的变化，因为你的频率不同了，你所看到的这种实相也会是不同的。当然，当你的频率变得更高，你的能量状态变得更好的话，对应的你所能够看到的这个实相也会更加美好，让你有更多幸福和满足的这种感受。不论你是以上的哪一种，当下可能对你而言都会是一个好像是黑夜的阶段，非常的辛苦，会面临非常多的痛苦和艰难的课题。你当下要做的是，不要否定自己，也不要太执着于某些目标，也不要怀疑自己，不要判断自己，勇敢地走下去就好。宇宙告诉你，很快你就能够看到自己像凤凰涅槃一般的那种美好的时刻了。许许多多曾被压抑的，都将可能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如果你能有觉知的回应和共舞，接下来的生命轨迹将是上扬的、吉祥的、光明的，这是做出大转变、播下新种子的大好时机。那么，站在灵性视角看，我们需要关注哪些方面，并主动发起自我变革？你需要时刻记得8条对人生很重要的信息。1. 珍惜我们的身体，不论它是怎样的样貌，不论你是不是很满意它都是我们今生旅程载具，所以你需要好好照顾它，适度满足它的需求，保持它的健康。要知道，宇宙中每个灵魂都是拿着爱的号码牌，等了很久才有机会一世为人的体验。人一生体验所积攒的灵性积分也是非常高的，请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地球是一所学校，你今生是一学期的课程，出生是学期的开始，死亡也只是学期的结束。所有的你今生的同学，你人生中认识的所有人，不会在学期结束后就消失，你们还会再见，并组队开始新的课程。我们人生所有经历
都是课程的一部分。快乐、幸福、满足是课程，那痛苦、恐惧、焦虑的体验也是课程。以学习的心面对就好，不必太患得患失，不必执着追求幸福，也没什么真的能伤害你。一切的发生都是符合你灵魂的最高利益，也都在你的灵魂蓝图上，没什么对错好坏，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你学习和成长的。3，我们无法逃避功课，未完成的功课将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在人生中，但难度系数会不断提升，当然痛苦度也会不断提升。即使结束了今生，那未完成的功课下一世还会继续发生，这种单曲循环会直到我们学会为止，然后我们将可以继续学习下一个功课。有时我们会用一些方法绕过了困难的课题，以为这样可以躲过难题，让一切更顺利，但其实它只是会换一个形式再出现，或者来生再重修。宇宙是严格的老师，从不允许任何人逃课。4，灵魂的旅程就是不断成长，不断认识自我，不断丰富，不断成长，最终回归到宇宙本源合一的过程。每一世都是如此，当然这只是人的角度去看，从宇宙的角度，每个阶段的你都同时存在。生活中所有经历的背后都是有你需要学习成长的课程，并不是只有冥想或各种东西方系统的方法才是修行，生活中的所有事都是修行。5，你只是现在，你只有现在，过去和未来都是各种可能叠加的存在，而只有你经历的那个当下才是你真实感受到的体验，其他可能在这个当下是坍缩的状态。如果你被过去的经历限制影响，不从痛苦中走出来，那你的每个当下也只会体验和过去频率对齐的状态，而你每个当下的频率状态也会对齐到怎样的未来。只有当下是高频的，幸福感、满足感的状态才能对应美好的未来时间线。6，人生经历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的镜子，从喜欢的、热爱的人事物上看到我们内在所追求和向往的天赋的方向，也是我们今生该走的路。从讨厌的、厌烦的人事物上看到内在的伤痛和限制性信念，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课题。不要以表面的状态来判断一切，学会保持觉知，领悟一切现象背后的道。7，人生一切经历是我们自己设定的，人生不是被动的旅程，我们自己在开始一生前设定并确认了所有经历。设定的原则是利于我们在这一生的课程里不断成长。那些痛苦的经历并不是谁在伤害你，原生家庭的伤害、欺负过你的人、某个渣男朋友等等，这些剧情的设置都是在让你在磨砺中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成为自己，并帮助其他角色成长。一切都一个学习体验的过程，也是走向爱和光的过程。8，向内求，宇宙的本质，高维的智慧，天地大道
不在遥远的地方，都在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真的回归自我，才能不被这个世界的各种相所影响而迷失。当然要分清小我和高我的声音。小我大多趋于身体上的舒适感和满足，是贴近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逻辑判断的，而高我更多是无理由的单纯需求。但当你去做的当下，就会莫名地感到体贴和满足。高我对你是无条件的爱的，没有分辨，没有判断的。高我觉得当下你的一切都是好的，你不需要怎么做也是可爱的存在。高我、小我都是你的一部分，活出哪种意识就是灵修的结果，也是你内在智慧的选择。有缘人，在漫漫人生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自身的意义与价值，不断探索着生命的边界，而心智的发展宛如一场波澜壮阔的史诗，从最初的懵懂无知，逐渐迈向深邃的觉醒境界。这一过程恰似攀登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成长。心智蜕变的6个阶段，正是我们在这场精神征程中所经历的关键节点。初始阶段，本能与惯性的支配。在心智发展的起始阶段，我们如同被本能与惯性操控的木偶。此时的我们看待世界非黑即白，眼中满是他人的是非对错，却始终坚信自己永远正确。我们的内心犹如无根之萍，无法安定下来，情绪全然被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所左右。社交媒体上那些因一点小事就争得面红耳赤的网友，生活中那些热衷于传播八卦，对他人生活评头论足的人，大多处于这一阶段。他们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耗费在与自己无关的新闻热点和八卦琐事上，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生命的浪费。处于初始阶段的人，思维模式极为简单，他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容被外界的信息所左右。网络上的一些片面观点、煽动性言论，都能让他们轻易地跟风附和，成为网络暴力的参与者。他们就像一群盲目的追随者，在本能与惯性的驱使下随波逐流。要想突破这一阶段，往往需要经历一次沉重的打击，或许是一段亲密关系的破裂，或许是挚友的背叛，又或许是事业上的重大挫折。就像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的克里斯加德纳，他在生活的重重困境中被妻子抛弃，失去了住所，还要独自抚养年幼的儿子。这一系列的打击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观念。当他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而不再一味指责他人时，他便迈出了心智进阶的第一步，向着反思期迈进。反思期，自我认知的重塑。进入反思期，我们开始对自己的三观进行深度反思，性格也会发生巨大的转变。曾经那个总是轻易指责他人的自己，
逐渐变得善于内省。我们开始站在不同的立场去理解他人，人性的微光在心中悄然闪现。我们变得善良、勤奋且真诚，努力修复着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自己曾经的许多观念是多么的狭隘和片面。我们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这些因素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的少年，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得麻木不仁。当我们站在闰土的角度去思考，就能理解他的无奈和悲哀，而不再仅仅是对他的变化感到失望和不解。然而，反思期并非一帆风顺。当我们自认为已经成为一个好人时，往往会遭遇无端的诽谤和陷害。身边的人不但不给予支持，甚至还会冷眼旁观。落井下石，这种经历如同一场暴风雨，考验着我们的内心。就像苏轼一生多次被贬，他的政治主张不被当时的朝廷所接受，还遭到了许多人的诋毁，但苏轼并没有被这些挫折打倒。他在困境中不断反思自己，最终在诗词创作上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只有经受住这种考验，我们才能笑着面对全世界的背叛，向着更高的心智阶段前行。内观，回归自我的旅程。内观阶段，我们终于不再依赖他人，将目光从外界收回，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开始明白，人生就像一场单机游戏，其他人不过是游戏中的 NPC， 真正的主角只有自己。我们不再盲目追求与他人的一致，摘掉了索取心、依赖心和求同心，独自踏上探索内心的征程。在这个阶段，我们会更加关注自己身体和内心的感受，所有的行动都依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决定。我们不再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而是勇敢地追求真实的自我。比如陶渊明，他厌倦了官场的黑暗和虚伪，毅然辞官归隐田园。他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快乐，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田园诗。然而，选择内观之路，就意味着要面对不被理解的孤独。身边的人可能无法理解我们的选择，他们会用各种言语来刺痛我们，但我们明白，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以宽容和慈悲之心对待他人的误解，坚定地走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坚守内心的方向，才能实现心智的进一步升华。护念期，洞察真相的智慧。进入护念期的人已经具备了一种非凡的洞察力，他们深知人的情绪、健康、行为以及事情的结果都源于内心的念头，因此他们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时刻以第三视角审视自己。在这个阶段，
我们仿佛拥有了一双天眼，能够清晰地洞察自己和他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对自己情绪的产生、念头的起落以及行为的动机都了如指掌。对于身边的人，我们也能一眼看穿他们的前因后果。这种视角超越了世俗的观念和束缚，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清醒。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他人言语背后的真实意图，不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我们也更加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念头，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烦恼和冲突。这种洞察真相的智慧，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从容淡定，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各种挑战。转折期，创造力的爆发与心态的升华。转折期是心智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感知力会变得异常敏锐，对人、动植物和环境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的言行举止和外形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变得胸有成竹，万事坦然，乐于接受一切，不再急于解释和自证。此时，我们的创造力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仿佛突然拥有了无尽的灵感。许多问题在这个阶段迎刃而解，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转折期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阶段。随着能力的提升，有些人可能会滋生傲气，变得不可一世。一旦陷入这种心态，就很容易失去登顶的机会，甚至有可能退回到前面的阶段。比如历史上的项羽，他勇猛无比，在反秦战争中取得了赫赫战功，但在后期他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的意见，最终在楚汉相争中失败。而与之相反的刘邦，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善于用人，最终赢得了天下。在转折期，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慈悲和谦虚的品质，才能稳步迈向更高的境界。显化期，心想事成的境界。显化期是心智蜕变的最高阶段，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在这个阶段，我们进入了一种心无旁骛、正大光明的状态，自身充满了专注和能量。所谓的心想事成，在这个阶段成为了现实。处于显化期的人，内心纯净而强大，他们的每一个念头都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他们能够将心中所想转化为现实，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这种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禅宗的顿悟，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其中的玄妙。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就达到了显化期的境界。比如牛顿，他在苹果树下的一个偶然发现，引发了他对万有引力的深入思考，最终他成功地揭示了万有引力定律，为人类科学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从念头到现实的转化，正是显化期的神奇之处。心智蜕变的6个阶段，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成长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遭遇各种挫折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的心智不断成熟，让我们逐渐从懵懂走向觉醒。无论我们处于哪个阶段，都应该珍惜当下的经历，不断努力前行，因为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和成长中，我们才能发现生命的真谛，实现自我的价值。愿我们都能在这场心智的进阶之旅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与力量，绽放出最绚烂的人生之花。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感谢宇宙传讯，好运将至。刷到这条视频的有缘人，恭喜你，接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会如你所愿。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